因为电影没有答案，电影有无数的解答方式或者思考方向，它的魅力在于它是整体性的，它不能用一句话概括。作为导演来说，他只提供我的思考角度和我思考的方向，其他的我觉得应该留给观众。那都是电影之外的空间，应该是交由观众去享用的部分。歡迎嚟到電影大道，我係主持人丁建峰。今日我哋有《封神》第一部嘅導演烏爾善。我知道你小時候就是喜歡畫畫，然後也是美術系畢業的。但是為什麼又去了當導演呢？我從小學美術，然後又考大學，考了中央美術學院的油畫系，然後我又重新考了北京電影學院的導演系。當時有一個廣告導演專業，然後就考進去，開始學習電影。因為我小的時候，住的環境是北京的軍隊的大院，每個週末都會放露天電影，就是在廣場上面支起那個銀幕，然後所有的這些觀眾圍着那兒，自己拿着椅子去那兒看電影。對，我特別喜歡那個氣氛，就有點像過節一樣。從中央美術學院離開之後，我經常去北京圖書館，我在那裡面看了很多錄像帶，是很多經典的老的電影。那個時候，我發現了電影的魅力。在此之前，我沒有太關注過電影。我當時一直想成為一個畫家、藝術家，這樣，所以把電影只是當作娛樂。但是那個時候，因為實在是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看的，所以我就把我能找到的所有我所知道的經典的電影，比如像科波拉、黑澤明、馬丁·西克塞西，還有那個誰，那個庫布里克，就我能找到這些大師的電影。有什麼電影界的人物啊，或者是作品對你影響很深的嗎？黑澤明，因為他的作品一直是我覺得把東方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結合得非常好。同時又有非常當代和國際性的視野，我覺得這個方式給我啟發很大。然後畢業之後也是從事廣告嗎？對，我畢業的時候是做廣告導演，把廣告導演當工作，然後我自己還是繼續做當代藝術的創作。我做了10年的當代藝術家。那過程做廣告，比如說很多 commercial 的商業的元素，對你後來拍電影有沒有什麼幫助？我覺得幫助主要是2方面，一個是，一個電影語言的訓練，就是做廣告很重要的是，你不可能只有一種風格，你拍不同的商品，不同的創意，對，它其實是風格非常的多變的。一個廣告導演，他要有非常豐富的視聽語言去講不同的故事。第二就是換位思考，因為我同時也在做藝術家，做藝術家的時候就是表達我自己的觀念，但你要做廣告導演，你要去說服客戶，而大多客戶他其實並沒有受過什麼電影的教育，所以他相當於是你要用一個非常清晰、一個接受者的角度去思考問題。當然你作為一個表達者也很重要，但你會2個角度一起來去評判。我覺得這個對一個在此之前就是學純藝術的人，基本不考慮對方的是否接受的問題。當時對我還是影響很大，我是覺得改變了我一些思維的方式，或者說拓展了我一些思考的角度。那你怎麼看中國電影之後的發展？會不會封神的出現會行業帶來很多啟發？我原來可以這樣子做的，也有一些人才是我拍過封神的，我懂得這些，所以進去別的劇組裡面是很厲害了。當然會的，因為整個電影行業其實是人才是互相交流的，因為我們一直在追求電影製作的科學和現代化，也是以這個全球的電影工業的更高標準的要求自己。因為我是一直覺得中國電影進步其實非常快，就是非常的快，因為中國有一個非常好的
一个市场的环境，对电影的需求非常丰富，各种类型的电影都有它各自的观众。你讲过，如果封神失败的话，你就要用10年去还债了，是吗？你讲过这样的话吗？对，那就跟我太太聊天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做任何事情之前都会把最坏的结果先考虑清楚，我要能够承受最坏的结果的时候，我就可以大胆的去冒险。做这个作品的时候，一开始是怎样？这个因为我作品不多，你看从上映的其实算起来只有4部电影，因为每一部都大制作嘛，是吗？所以时间也比较长了。时间比较长，《刀剑笑》《画皮2》《寻龙诀》《封神3部曲》，其实刚是第4个作品，所以可能看起来都在一个整个的范围里面。我自己给自己选择的电影创作的方向，也是幻想、动作和史诗这3个类型。因为很多类型都很吸引我，但是我觉得一个导演可能要专注在自己可能认为最重要或者最擅长的类型里面，所以我给自己选定了这3个类型去专攻。我当时40岁嘛，40岁，然后我觉得未来10年，40岁到50岁之间，我想找一个有意义的事情去做。这个是一个10年规划了，那时候已经有这是10年的规划，因为电影创作对导演来说，其实除了脑力的劳动，他体力的付出也比较多。所以你在这个40岁到50岁之间，体力比较好的时候，最好能选一个难度比较大的项目，这样你能撑得住。你要岁数太大，可能拍这种长时间工作的项目，可能就有点吃不消。所以当时就觉得40岁、50岁拍什么呢？封神演义应该是一个好选择，这样我能为他工作10年，去完成这样的一个作品。那在中国实现这些电影难吗？就比如说技术啊、科技啊，就相对于中国之前的电影的创作的基础来说，有优势的部分。就比如说我们的历史的资源非常丰富，然后我们电影的创作者拍古装片是有经验的，然后拍动作片是有一定经验的。但是这种幻想类型往往牵扯到非常复杂的视觉效果，就是电脑特效部分，这个是中国电影一直还需要提高的部分。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制片管理方面的，就是拍这样神话史诗3部曲，它的部门配合最复杂，然后工种最多，然后参与的工作人员也是最庞大的。我们的剧组在前期拍摄的时候，前后进组的工作人员超过了8000人，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剧组。就如何去管理这样的剧组，如何让这些部门配合在一起，对制片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很少拍这种规模的电影，所以需要一个国际的团队。虽然是以中国的主创为核心的，但是还需要吸取非常多的国际制片经验和国际的主创，进入到那些我们薄弱的部门，视效团队，比如说马术团队，还有包括动作团队，还有包括编剧。就是我希望我们中国的故事也能够让全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也能很直接能看懂。我们要了解一些不同背景文化他的理解故事的习惯，所以在各个部门我们都邀请了国际的团队来跟我们一起来创作这个故事。这个团队是怎么样组成的？首先是要找到一个跟他们的连接点，我就找到了姜志强先生。OK， 就安诺电影的老板。对，因为他是在国际合作方面，我认为是最有经验的制片人，所以我把我的想法和我的需求跟姜老板谈，我说我需要认识几个重要的
人物，一个是我们的编剧团队，我需要一个剧本顾问，我希望来请到詹姆斯·沙姆士，就《卧虎藏龙》的编剧，因为我们核心的编剧都是中国大陆的编剧，但是我希望一个西方人也能够看懂这个故事，所以我希望有一个非常有经验的编剧来给我们一些建议。从制片管理方面，我说我想找到《指环王》的制片人，Barry Osborne，啊，希望他能够给我们在制片管理方面给我们一些帮助。完了，姜老板是我们电影的监制嘛，对，所以先把姜老板拉进我们的团队，然后请姜老板帮我们去联络这些国际的主创，这样开始的。我想问一下，你在前期做 research 的阶段，那个阶段你是怎么样工作的？一个是这些文本的收集，因为《封神演义》这本小说是明代的小说，但它其实融合了之前非常多的历史的典籍和文学的创作。因为这个《封神演义》故事里面讲到的武王伐纣是3000年以前的一段真实的历史，所以它有一些历史文本，有些历史的记载，我们想要找到，比如《史记》《尚书》里面关于这段事件的一些真实的记载，还有后世的很多文学的创作，就比如说在宋元时期的话本叫《武王伐纣平话》，开剧本的策划会，我会请很多的专家和学者，从他们各自的角度去给我们讲述这个《封神演义》这个故事，武王伐纣这段历史，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当代的意义，或者说文本的价值。比如从社会学的角度，从民俗学的角度，从历史的角度，从人类学的角度，然后给予我一些不同的思考的角度，然后如何去改编，就邀请了很多像这个就是电影的营销学者、营销专家，还有电子游戏的创作者，还有一些网络小说的作者，就从他们的角度说，如果你拿到这个故事，你们会怎么想，会怎么改编？这是一个剧本方面的讨论。另外一个就是考察，就是去到这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地点，我带着编剧，带着概念艺术家，带着视效总监，去山西、河南和陕西这几个省的博物馆、古籍、寺庙、道观去考察。因为河南是殷商的故地，这个很重要哎。就比如说看书，我感觉不到那个气氛，然后可能进去那个空间有那种旧的味道。我觉得应该对团队也是很大的启发吧。我们要改编《封神演义》的话，其实要想象那个当时的作者他想看到了什么，他小说里描述那些人物的。比如什么蓝色的脸、红色的头发、穿什么样的盔甲、戴什么样的帽子，其实在那些壁画里都有。就他们眼中的奇幻。对，因为那个东西就是当时他们的大片。你想想，500年前、600年前，他们没有电影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壁画就是他们脑海中的大片儿，那些神话的世界，就是他们想到的、看到的那个东西。那时候有一些外国的团队给你一些意见，从他们眼中觉得在中国发生这个制作，他们觉得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因为中国的那个电影的产业很少做这种奇幻史诗这种类型的电影，对他们来说是很陌生的，也没有什么例子可以看的。对，他没有看到过，但是他看到了这个故事，他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对西方人来说，这个故事相当于他们的亚瑟王，这样的一个神话的史诗的故事，他们很希望能看到这样的一个中国电影，他们都表示非常好奇，也愿意帮助我们。所以大多是这些创作者因为相信姜老板，然后又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然后进入到这个团队里面。其实中国之前拍了很多神话的电影，像《西游记》的故事拍了很多，还《白蛇传》呐，什么梁祝，其实都是神话故事。但是神话和史诗在一起，它一定要有一个格局。像史诗故事往往牵扯到很宏大的世界观背景，那跨度很大。对，善与恶的斗争。然后最后有英雄的成长，最后
一个朝代的更替，它有一定的规模的才可以，才能堪称为史诗故事。像之前我们了解《三国演义》，这也是有史诗故事，但它并不是个神话。所以《西游记》虽然是神话，但它不是个史诗。但唯有《封神演义》它是具备这两个元素的，所以如何去创作它的剧本是一个挑战。同时呢，这是3部曲的剧本，3部曲跟一般的创作不一样，它不是3个电影，它是3个电影讲一个故事，然后每一个电影还要独立能够成片。所以你看到的《封神》第1部是一个大故事的开端，但是你把它当做一个完整的电影看也可以。所以编剧我们做剧本就做了4年半到5年，然后同时在剧本创作过程中要做那个演员的海选和训练，因为当时做完3部曲电影的大纲之后，我一看，哎呀，主要的角色都是很年轻的角色，都是姬发、殷郊、妲己，都是20岁、10几岁的年轻人。对，就见证他们的成长哦，这个改编点有点不同哦。对，然后他这些演员又要具备古代战士的能力，骑马、弓马骑射，然后表演，好像很难找到现成的已经成名的演员，尤其在那个年纪，20岁、21岁、10几岁，这样基本上没有什么已经成名的演员可以胜任。同时，我们要3部曲连拍，我需要演员给我2年的时间，不可以做别的工作，要把所有的时间都给到我们的剧组。这个其实基本上已经把所有成名的演员的可能性已经排除了。这个对他们来讲也是还蛮大的挑战，应该是说训练完之后才告诉他们演哪一个的嘛。对，是的。哦，所以他们那个过程还是不知道能得到什么。对，是的。我们在全球有8个选角团队，把全球的亚裔、华裔的年轻人，他们愿意做演员的，给他们做 casting 这样。然后我在北京做了20次面试，每次大概70多人，然后我面试了1400多人，然后中间挑了20到30个人进入这个训练营，然后这训练营是6个月的课程，我给他安排的每天大概12小时的训练课程，然后6个月以后，他们才能知道自己拿到哪个角色。拿到角色以后呢，他们才给他们的剧本，而且只给他们角色相关的部分。其实我们所有的演员都是电影上映的时候才看到完整的电影，他们之前只知道自己那一部分。在拍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背景是假的嘛，没有的嘛，就后期特效的去做。对演员来讲，会不会有很大难度？我觉得首先是我的工作方法，我会把这些需要演员去想象的部分，我会先做出概念设计，还有动画的预览。就比如他可以看到我最后合成的效果是什么样，演员可以看到，比如拍第1场那冀州城之战，他们虽然在摄影棚里面拍的，我们做的雪，但是我们都会有概念设计，告诉这个场景是一个山谷，然后这城大概是什么样，有概念设计图，他们可以直观的看到。然后还有动画预览 ，previs 给他预览他所有的这些战争场面，炮石车在抛石，城在崩塌，然后这骑兵在冲锋，他们都有视觉上面的想象。因为我们主要的这些角色，像费翔老师啊、李雪健老师，还有像王洛勇老师演比干的那个演员，还有像姜子牙、这个黄渤，他们本身是非常好的舞台剧演员，他们都有很强的就是想象能力，就是在舞台剧，因为在舞台上表演其实非常需要自己想象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年轻的演员受的训练也是非常那个系统的舞台剧的训练，就他们已经习惯于无实物的去体验情境，想象一个场景，对，想象的场景，这是一种训练的时候就给予他们这种创作方式，所以他们自己也习惯于这种工作。这个《封神》你觉得最难拍的是哪一场戏？每一场戏，你看到我们幕后那个制作花絮，你发现每一天都跟打仗一样，都是要不在动作，要不在打，要不在做视效，要不骑马，然后就很强烈的情感戏。它每一场戏的难度不同，就比如说冀州城之战，它的难度是马术的镜头，马术像骑马跨越火墙，那些马术，那么多的
马术冲锋的。我这个我有看到啊，你的要求是希望5只马一起跳嘛？对，跨过那个栏杆。对，那个其实是高难度的动作。我们的马术指导是参加过那个佐罗和魔兽，是一个美国的马术指导。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疯狂的剧组，他们让主要的演员直接拍没有替身的情况下拍这种高难的动作，而且他们是从零开始学马术的，对，从零开始学到8个月以后，他们拍这个镜头，他们这5个小伙子都是我们的主角。一般这种戏可能主演都一是很难自己胜任，都用替身来完成的，但我们全是主演自己来拍。他说这个太疯狂了，但是我们做到了。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古装动作片、古装战争片的影迷，所以我看我能找到的所有的古装的战争片和动作片，我也认为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镜头。导演第3个部分就是隔空对谈。我们每一集在这个部分呢，就会收集一些大學生的問題。他們是念電影的，念多媒體的。單導演你好，點解你會揀費翔同那言呢2位異國感覺比較重嘅演員做主要角色，而唔係揀東方感覺嘅演員呢？係咪因為佢哋嘅混血外貌更帶一種妖氣？恰恰不是因為是混血的樣子，因為像費翔老師之前因為合作過《畫皮2》，我對他很了解，因為他其實大家對他的其他方面的能力並不知曉，因為他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舞台劇的演員。然後在選殷壽這個角色的時候，我們查閱了很多歷史的資料，他的描述的文字是長具嬌美，天下之傑也。金力超盡，百人之敵也。就是他的形象是長具嬌美，就很高大、壯碩、高貴、漂亮，是這樣的一個人，並不是我們之前看了可能很多電視劇啊，把那個就很腐敗的一個人，對，把紂王的形象已經把它醜化了，把它簡單化了。其實費翔老師是非常接近，然後他的形象其實所謂的那個混血形象，它更接近於繪畫裡面。尤其我們看用勞宮壁畫裡面畫的那種天王啊，那種將軍的形象，然後像那個妲己的演員納然，是經過萬人的海選，最終他勝出的。在此之前，我並沒有一個預設對這個演員到底是什麼形象。我們做了全球的海選，然後最終選進訓練營的妲己的備選的演員有4、5個，他們同時在一起訓練。經過6個月的專業訓練呢，4次考核，然後最終納然是其中表現最好的，無論從形象還是表演能力各方面的那個學習能力，他是最好的一個人選，所以最終他贏得了這個角色。而且納然，進訓練營之前是不會說漢語的。是哦。對，他是從零開始學習漢語，然後學漢語，然後學表演，學舞蹈，然後學包括後面他還在第2部、第3部裡他還彈古琴，中國的古琴，這些都是從零開始學習的。然後在得到角色以後，我給他布置的作業就是研究狐狸的生活習性，還有他的動作，還有他的表情。他研究了3個月，狐狸，然後把這些對狐狸的研究變成表演的這個方式。你喜歡這2個？你喜歡納然演的妲己嗎？喜歡，而且我覺得他的樣子有點妖氣。我印象最深刻，不是有幾幕是他的靈魂出來，但是他身體停留嘛，然後他的樣子停留在那裡，還有點恐怖，但是又是美。對，因為他的氣質裡面有一種對我們現在的這個妲己的形象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他是一個來自於另外一個世界的生命，他進入到人類的世界。對，納然有很多好奇。對，納然有一種陌生的感覺，他很純真，然後又很陌生，他很像一個來自一個另外的世界的生物，完進入到人間，就那種氣質是我需要的。
对，所以是很刚好所以也是刚刚开始学汉语啊，学中文啊，也有那种陌生的。对，所以他有很多眼神，觉得好像跟我们有点距离感，你也不知道他听懂了还是没有听懂。他那种距离感其实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故事里面塑造的这个妲己的角色。导演您好，我想知道您认为怎样才算平衡好荧幕之内与电影之外的关系？我认为我提的这个问题本质更像是作者已死和作者未死的问题，但是也有创作者他们会拒绝在访谈中谈及自己的作品内核。那么您认为创作者是否有必要在电影完成之后再去解释自己的作品呢？亦或是您认为荧幕内的故事与电影外的故事应该达到怎样的平衡，应该如何去把控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你真正进入电影行业，作为一个从业者，其实一定要接受某些限制的，无论是电影的时间限制还是其他方面，这其实是非常正常的。对。另外就是作品的解读分两种解读，一种是延展式的，因为一个作品一定形成最终的这个结果，它经历过很多创作的过程，所以那些延展性的解读，我认为会给大家提供更丰富的联想空间。那另外一种解读可能是我一定要把它总结和归纳，我要把它定义，但是我自己是很排斥这样的解读方式的，我只会提一个思路和方向，但我不会去定义，因为电影作品它最终呈现的形态还是电影本身，而并不是解读提供的答案。因为电影没有答案，电影有无数的解答方式或者思考方向，它的魅力在于它是整体性的，它不能用一句话概括。所以我觉得这些作为导演来说，他只提供我的思考角度和我思考的方向，然后一些方向性的就 OK 了，其他的我觉得应该留给观众。那都是電影之外的空間，應該交由觀眾去享用的部分。烏爾善導演你好啊，我想問下咧，你平時除咗拍電影之外，仲有冇乜嘢特別嘅興趣啦？同埋你平時係點樣去揾你嘅創作靈感嘅咧？好像我基本做的事情都跟電影有關係，然後靈感是隨時出現的。我把我想拍的題材隨時都會列出來，我有一個記事本，我要拍哪些，我都會把它記下來。我是很有那個計劃性的那種人，我把隨時的一些想法都會隨時會記下來。大多數我有休息的時間都會陪家人和小孩，因為我一般拍戲的時候就離開家，跟他們見面其實挺有限的，所以我有時間的話，我就陪我的兩個兒子，比如他們在學畫畫，他們在學 MMA， 他們在學駕駛帆船，他們在學騎馬，我就去陪他們去。然後他們倆喜歡搖滾樂，然後學打鼓，對，我基本都陪他們去做他們想做的事情。當然那些也是我感興趣的事情，對，因為我自己也學 MMA。也學帆船，對，對，我覺得很有意思，能陪他們在一塊兒，然後我也能學到一些新的東西。但是我想承接你剛剛講的，就是你學的東西或者是平常做的東西，最後都會回歸到電影，是嗎？對，我覺得電影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很全面，就是你比如喜歡看小說，你會這些小說作家就變成你的編劇合作的夥伴，就像《封神》的，我們有4個編劇嘛，其中2個都是小說作家。冉平老師和曹生，他們2個都是專門寫歷史小說的作家。因為我讀了他們的小說，喜歡他們的小說，所以請他們成為了編劇。所以這個就是電影特別有意思的部分。然後我喜歡音樂，像我太太是做音樂方面的，是這個電影的音樂監製和作曲之一。所以我們去聽音樂演出，他自己也有音樂演出。然後合作的夥伴像片尾曲的那個歌者朱哲琴，那就是我們音樂方面的合作夥伴，他們是30號還有跟我太太他們有演出，對，他基本上是生活都融在一起。烏爾善導演你好啊，知道你計劃要拍6部《鄭和下西洋》，有媒體認為呢啲都係東方嘅加勒比海盜，你係咪都係咁樣睇呢個睇法嘅呢？仲有《鄭和下西洋》係咪都有演員訓練營？內容上會唔會有比《封神》更突破嘅地方呢？這個也是我很想問的問題啦，就是剛剛跟你聊的，你之後籌獲的作品《鄭和下西洋》。首先，《鄭和下西洋》是一個我特別感興趣的一個類型，就是航海奇幻冒險的。
所以这个空间很吸引我，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海洋，我喜欢海洋的生物，我喜欢潜水，然后我为这个项目去学了驾驶帆船，我很喜欢这个学习的过程。另外就是对华语电影来说，表现海洋的题材也很少见，对，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我的计划是，就是把每一次它的航行做成一部电影，把它变成一个系列电影，就像那个《加勒比海盗》这样的一个系列项目。这样的话，可以让它变成一个，也是对中国电影之前的一个类型空白的一个补充。对，因为做这个项目的难度跟《封神》其实不相上下的，因为我们一般日常生活里很少接触到航海，所以如果作为演员的选择和训练，可能也要经过一个过程。然后我自己先接受了驾驶帆船的训练，然后我也要去跟我们的帆船教练去设计一套课程，去给我们的演员做航海和帆船的训练。对，我已经规划这个事情了。然后我自己也会带着团队，我们的美术，我们的那个编剧，这个团队去沿着郑和所走过的航行的路线去做考察。在今年的5月份，我们已经去了一次，之前去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先走了一圈，然后未来还要去印度，然后再去中亚的一些国家去做一个完整的考察。沿着他出生，完了他出生在中国的云南，然后他起航的地点是在南京太仓的造船厂，然后他从福建福州那个港口出发集结，然后一直沿着整个的那个航海的路线，经过越南、泰国、马来西亚、那个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第一站到了印度南部的卡里卡特，这是他第一次航行的路线。我们第一部的故事基本上是在用他第一次航行的经历来作为基础。一部電影嘅背後牽涉到好多人力物力，唔同嘅崗位嘅付出，先能夠成就一部偉大嘅作品。第4 part 職人故事，我哋會邀請唔同嘅電影幕後工作人員嚟到電影大道，同大家分享佢哋嘅工作內容，等各位觀眾知道更加多幕後工作人員嘅故事。今集我哋請到身在英國嘅阿星，佢係一位分鏡設計師。知道你係shot creator 啦，即係你嘅工作崗位分鏡設計師啦。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你其實喺英國做呢個工作個內容係咩呢？我嘅工作內容其實主要係同導演同埋個製作方去傾進行究竟之後會點樣拍攝，因為好多時牽涉到一啲大型嘅特技，唔係1、2個部門可以決定到。咁我哋當個客同導演可能會有 storyboard 啦，佢哋有 script 啦，有2樣嘢啦。咁我哋就開始要將佢進行一個分鏡設計啦。因為要喺拍之前，我哋要確保到演員、攝影師同埋特效係3個部門都一定要確認點樣去拍。所以咧，我哋要做一個叫 pre-visualization。咁即係話將script 文字變成影像。咁影像有咗啦，咁大家導演、攝影師同埋特技指導都可以一齊對住個畫面喺現場做拍攝咯。過咗英國幾耐呢？其實依家我過咗英國4年啦，啱好4年。你嗰陣時喺香港係咪都係做電影相關嘅嘢㗎？都同觀眾提及下先。哦，係啊，咁我就係參與過最新嘅就係《明日戰記》咯。如果喺香港嘅話。我哋啱啱訪問完《封神》嘅導演啦，烏爾善啦，咁成套戲前後夾埋咧有10年啊，10年嘅製作期啊。咁我見到佢咧，其實好多時為咗確保成個團隊知道今日要做啲乜咧，佢就係可能有你頭先講個步驟啦，咁然之後再做一啲粗製嘅動畫，即係一個動畫版放每一個鏡頭做咗出嚟先，咁再俾成個團隊了解，OK， 我哋一陣就要拍呢個 shot， 拍呢個 shot 咁樣。咁係咪你喺英國嗰邊其實都係咁樣嘅工作模式？因為而家每次大製作牽涉嘅人或者明星
每日都會好多資金喺嗰裏面噶嘛。咁我哋為確保每一個鏡頭拍出嚟都要用到或者可以用嘅，咁我哋要先做一啲pre-visualization 去俾大家去睇預示到呢樣嘢咯。呢個過程其實有幾多人一齊做嘅咧？即係而家可能近年最比較大嘅係 Marvel 或者係 DC 一類嘅 superhero 電影啦。咁魔界即係 TV series 都好大嘅，因為佢牽涉可能一嚟就10集或者8集。咁佢哋個牽涉人數可能都至少40-50。咁但係如果比較中型啲嘅，可能我當 Marvel 近年嘅電視劇會細少少 scale 嘅，咁可能會20-30左緊咯，可能會係。OK， 咁我就想問你啦，你喺香港就做咗7至8年，即係電影前期嘅工作啦。咁你依家又喺英國做咗4年，你覺得兩個地方工作環境嘅分別有咩唔同咧？如果講工作環境嘅話，咁好多時外國嘅工作時間就比較穩定啲，係啊，比較笑晒啊，唔使 OT 嘅係咪啊？係啦，好彩我暫時做過幾年喺呢邊，都未試過。試過有一日 OT 咗1至2個鐘，好少，因為咁啱有啲期比較趕，所以都係1-2日 OT 1-2個鐘咁樣。但係喺呢邊嘅工作個態度或者係大家好緊逼嘅，即係每一分每一秒其實都係會睇住你交幾個 shot，會係不斷有人問你呢個 shot 做成點，會好關心啲同事究竟你呢個 shot 如果預咗半日俾你嘅，你最好就大約半日到你就要未完成唔緊要，你都要俾佢睇咯。因為始終香港人手冇咁多，冇乜可能每一日或者每一個時間問你做緊啲咩。但係呢邊人手比較多，就可能有啲 lead 嘅 lead artist 咧，就會可能會問下大家會做成點，或者係互相之間有個細嘅 group 會問我完成咗某啲 job 啦，我有冇嘢可以幫手？即係大家會好會好 helpful，而唔會好香港咁樣，我一個人會負責幾個 shot，咁我哋完成咗就得㗎啦。但係就未必可以好關心到其他同事做嘅嘢咯。你覺得好定唔好咧？即係譬如話外國就係可能分工仔細啲啦 ，on schedule 啲啦，但係對比香港可能就靈活啲喎。咁喺你眼中，你覺得點樣？其實真係各有各好。喺香港嘅做法就會係如果你能力比較觸及比較多嘅，你可以涉獵比較多唔同嘅範疇，變咗你可以對成個工作流程比較熟，咁你就會知道究竟我做完啲嘢俾去下一個部門，究竟要點樣處理呢？但係呢邊咧就係你只要完成咗你個 part 嘅工作，咁你就可以接下一個工作噶啦。個分別冇話邊個好啲，但係各有各享受嘅。其實你啱講話外國做嘢就 on schedule 啲啊，即係我聽落就係其實成個制度會成熟啲啦。你覺得係咩原因令到佢哋行前過亞洲？我諗最主要一嚟佢哋發展得早，同埋佢哋好多時其實係由一個佢哋既有嘅特技去做，譬如佢哋會係以前做 stop motion， 或者去到拍一啲譬如 Star Wars 最開頭嗰啲道具嘅特技。佢哋有好實際嘅特技，慢慢一個演變嘅步驟，去到而家嘅電腦特技。但係香港可能比較係學習人哋，一嚟就會係去到學電腦特技，其實冇咗個基礎喺上邊咧。好多時而家做緊嘅特技指導或者特技導演，其實佢哋都可能由嗰度開始引申過嚟嘅。所以其實好多時佢哋會好知道一個鏡頭需要一啲咩，但係我哋好多時就係從中間開始學習起，我哋可能會錯過咗某啲最基本嘅步驟咯，因為好多時依邊嘅時間個前期比較長。譬如我做呢套戲咁樣，可能我係用1年時間，淨係做一個 pre-visualization 嘅啫，係未開始去真係拍攝，或者係可能會搭住少少拍攝嘅。但係主要可能9個月至1年去做一套比較長嘅戲。咁基本上我哋會係有特技同冇特技會首先會分開咗先啦。咁有特技嘅話咧，我哋基本上全部都會分晒唔同嘅場口，都會做一次，而唔會去等去現場俾導演或者攝影師去，或者同特技指導現場先去溝通咯。因為好多時會可能用咗好多大量嘅時間會用咗喺嗰度，咁變咗可能後期拍出嚟嘅未必會咁準確，後期會可能好多需要補救嘅嘢咯。你嘅工作好多時就喺前期啦，佢哋有冇啲時候係即係可能現場梗有啲
突發嘅嘢嘅，即係我諗盡量控制唔多啦。會唔會有啲突發嘅嘢令到會翻去你嗰度嘅咧？其實我做完個分鏡設計啦，咁佢哋去拍攝啦。其實之後仲有個步驟，叫 post-visualization 嘅，我哋簡稱 post 啦，就係拍完翻嚟嘅嘢，我哋會喺我哋公司將我哋前期做嘅嘢擺落去。咁我哋去預示究竟你拍翻嚟嘅嘢得唔得？如果唔得嘅話，佢哋有機會就即刻再拍過，或者係我哋要改動個鏡頭，先再落下一個部門咯。因為我可能做一個 sequence 咧，會係有當50個 shot 咁樣先啦。咁可能中間有幾個 shot 突然之間反咗鏡嘅，拍錯咗，咁可能要佢哋補救翻。可能你要拍翻啱嗰幾個 shot，你先接到個故仔。主要係講個film language 咯，即係個鏡頭究竟會唔會反鏡啊，或者 jump 咗啊，好多唔同嘅跳 cut 可能會令到你套戲未必順。佢哋如果覺得 OK 咁，咪繼續去；如果唔 OK，可能哋需要重新拍嗰幾個鏡頭，或者係要改動佢未拍嘅嘢咯。所以我哋會多一重咁嘅步驟去補救後期更加少嘅錯誤。